眼看女儿即将被大徒弟一脚踩死，沉睡了10年的植物人父亲终于醒了过来，直接一脚把大徒弟踩得口吐鲜血。而大徒弟看着活过来的师傅，简直不敢置信，明明自己早就把他给杀了。原来10年前，大徒弟马修被东洋人绑架，叶天为了救他，孤身闯进东洋武馆，凭借自创的太极拳，轻而易举打败所有东洋武者。可就在他准备带马修离开时，马修却从背后捅了他一刀。原来马修不甘心叶天把武馆传给女儿，所以暗中勾结东洋人想铲除叶天。可他还是低估了叶天的实力，即便身中数刀，也能一拳打死这个不孝子。随后，叶天凭借顽强的毅力爬回了家，并在昏迷前叮嘱女儿叶初一定要守好武馆。然后就紧闭双眼，再也没醒来过。而叶初找遍了天下名医，都束手无策，只能祈祷有奇迹发生。不料敌对武馆林清风突然上门闹事，嘲笑叶初一介女流根本不配掌管大夏第一武馆，还不如卖了给父亲买口好棺材。我不许你侮辱我父亲，我要道歉。先打赢你，我就道歉。既然如此，叶初只好以武服人。而他从小就是练武奇才，所以父亲才把武馆传给他，而不是马修。可他这些年为了照顾父亲，荒废了练武，因此连一个小小的狗屁拳都打不过。而学徒们见太极拳这么垃圾，纷纷表示要去对面学习狗屁拳。叶初见状是既无奈又无助，只有你这种废物才会学习太极拳，学习太极拳的人注定这辈子都不行。谁说太极拳不行？就在这时，三师兄踏云而来，先是凌空一脚把林馆主踹飞几百米，然后又把他按在地上暴揍一顿，最后更是让他大喊太极拳威武，才放他一命。威武！赢了！我输了！滚！不仅如此，三师兄还找到了神医鬼老，传言就算病人埋进土里了也能救活。可鬼老刚给叶天把脉，就感到震惊不已，心脏主脏竟然还能活下来。不仅如此，他修成10年，内力依旧在这里。他要是醒过来，恐怕比10年前还要强。那我们还等什么？快去练武道吧。话音未落，鬼老便施法将叶天泡在灵药水中，然后打通他全身上下的穴位，吸收药效。只要1炷香的时间就能恢复如初，但如果这期间身体被挪动，就会爆体而亡，因此需要有人在旁边护法。不料死去的马修突然出现，原来他当年还有一口气被东洋人使用邪术救活，如今是特地回来找叶天报仇的，顺便拿回属于自己的一切。这叶氏武馆从今天开始就是我的了。要处罚当年那一拳让我身受重伤，早在10年前我就已经拿下这间武馆了。当年捅了他那么多刀，他居然还活着，织成了一个什么植物人？不愧是大夏最强的叶子，这样都没死。你怎么能做这种事？你忘了当初是谁救了你，带着你四处求医。要是没有我爸，你能活到现在吗？师父把你当亲儿子一样培养，你怎么能背叛他？那些都是假的。表面上对我非常好，实际上他内心根本就看不上我。明明我才是最强的，大论心性，我都比你强上数倍，只有我才配继承这大夏第一武馆。你一个废物，你凭什么？那是因为你太过争强好胜了。爸爸常说，我们学武是为了保护别人，不是为了赢别人。你少在这教训，你算个什么东西呀？这叶氏武馆要命！你想死！让我来。马修见三师兄主动找死，便安排自己的双胞胎小弟对战。虽然三师兄的太极拳勇猛无比，可双拳毕竟难敌4手。面对双胞胎兄弟的轮番进攻，三师兄最终还是败下阵来。幸好危急时刻二师兄及时赶到。又来个早死的太极拳，